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也行，赔我3万块。阿聪啊，你突然要求3万块，有点强人所难呢。还商量什么？他摆明就是要敲诈嘛！你说什么敲诈？我受伤挨的痛苦，难道不值3万块？我这么拼命帮你们打工，出了事一句 sorry 就想打发我，你们的良心是不是给狗吃的？良心啊！现在是谁的良心啊？不给钱是吗？我现在就去 MOM 告你。都是你们的。 叫我去道什么歉？道歉又不会死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道歉，公司就不会被扣分。看到了没有？人家摆明是要勒索啊，害我白白牺牲，低声下气去道歉啊！你干嘛把我们都骂了一遍？就是没有骂保佑，他也叫你道歉啊。 他是我的宝贝，我怎么可能骂他？当然是骂你们的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那么生气了啊！只是叫你去道歉，又不是叫你去死了。我明明没做错，就要去低头。Bro， chill 啦，赔钱的又不是你，是他吗？你真的要赔啊？还能怎么样？赔钱了事喽。哦啊，老板就是老板哦，有格局了。No， 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啦？是我付钱，又不用你负责。 对喽，你怕公司没有钱付你薪水啊？放心啦，公司虽然不大，可是还不至于那么穷啦。你那一点薪水，公司还付得起啦。现在最重要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不能向那个阿聪妥协。错！要解决问题，就必须先赔钱。钱呢？ 我们已经取消了你的工作准证，你以后不用在好运装修工作了。哼，不做就不做，这种公司我也不想留下来。你要的钱已经在这里了，受伤的事你不会再追究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 阿聪，哎，怎么啦？信不过我啊？里面刚刚好15000，钱还是算清楚一点好。坏人我做，你就只靠一张嘴就拿到15000，我好像有点不划算啊。哎，话不可以这么说，要不是我出主意叫你假受伤。 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筹到那么多钱？而且这些钱是我吐给他们的，只拿回1半，我已经亏大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只要遵守诺言，帮我申请准证哈。这个迟一点再说吧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答应帮我申请准证，让我加入你公司吗？我是这么说过，不过现在行情不好，你再等一会儿，等行情好一点。等什么等啊？是你答应请我，我才同意跟你合作的。你都知道我妈在医院需要大笔的医药费。 我不可以没有工作的啊，大哥。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干嘛？喂，我给我。精彩，真精彩！你们演这场戏太精彩了。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们走。不知道没关系啊，我把这个交给警方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哎，话不能这样讲。要不是我出主意叫你假受伤。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筹到那么多钱？而且这些钱是我吐给他们的。嘿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哦，什么好消息哈？事情解决了哈，解决了。你看，钱都拿回来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出马，
切，刚才是谁一直把原则挂在嘴边呐？要不是有保佑事情哪有那么顺利解决了？还是我宝贝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那个阿聪的脚伤是假的。他的脚好像突然没事了。现在是谁？难道他的伤是假的？这个我也不敢肯定，所以我们就要配合他先赔钱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慢慢观察他的伤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事实证明了你的猜测是对的。宝贝，你真的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爱死你了。我不是说不要再买了吗？你先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亲自设计的，保佑。哦。Number 1，比较低调的，喜不喜欢？这个我喜欢。给我你的手机。不要偷看哦。你说我没考虑你的感受和需要，说我固执又霸道。我想过了，可能我之前真的是有点太极端了，那我以后会尽量的控制我的力度。噔噔噔噔，我有同款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星空的款式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是爱情科幻片。我宝贝。太聪明了，那你以后喜欢就穿，不喜欢就不穿，不用勉强。不过我可不可以要求啊，在特别的日子我们就穿一样的？我考虑一下啊。好吧。老板，只是你不是说你妈病了，需要钱动手术吗？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。这件事闹得这么僵，我也没办法留你在公司了。你去找陈老板吧，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，他那里也正好缺人。只要你工作表现好，申请工作真的是问题应该不大。谢谢你，老板，谢谢，这笔钱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以后好好做人呐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我先走了，谢谢老板。解决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笨啊？你让我想到一句话：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我一直相信，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坏事，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的。你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好事发生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一定会很多好事发生在你身上，因为你一直安慰我，也算是在做好事啊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我是说真的，善有善报。如果真的会有好事发生，我希望丽敏和任品赶快和好。他们还在冷战啊。是啊，任品已经很多天没来上班了，丽敏在公司心情也不是很好，我在旁边看了，压力也很大。唉，任品固执起来真的跟丽敏很像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就是这样才头痛啊！我跟 Number One 他们劝他口水都干了，他就是不肯向丽敏认错。有没有想过用另一种方式跟他说呢？嘿嘿，大家千万不要被我年轻的外貌所蒙骗了。其实我已经一把年纪了，我儿子都20几岁了。说到我儿子，他思想比我成熟。我甚至有时候觉得，我跟他是不是灵魂对调了？他有一个老人的灵魂，而我的灵魂就是小鲜肉。我可是认真哦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从小就是小大人。记得有一次，他不肯认真做功课，
只不过1页半纸的功课，他做了半天都做不完，我就忍不住催他快点做完。怎知道他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乌龟和兔子赛跑，乌龟走得那么慢，还是赢了，所以快是没用的。我就是要像乌龟一样，慢慢来。”特地叫我来，是因为我是你脱口秀里面的主角，还是你想要炫耀你的粉丝变多了？哇，我的粉丝一向来都很多的，你今天才发现？哼。我小时候真的说过那些话。当然啦，你从小就牙尖嘴利，很会顶嘴，我只差没被你气死。哼，反倒是你妈。总是觉得你很聪明，他觉得你说的对，乌龟虽然慢，可是按部就班，一步一脚印，总有一天能够到达目的地。你从小不管做什么，你妈都很支持你。她这一次那么生气，你是不是应该想想，为了什么？说到底还不是要我跟她道歉？为什么你们一直觉得是我的错？卢哥是怎样的一个人？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我不耍一点手段，我可以赢他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赢他呢？赢了他有意义吗？至少他不会再欺负到我们头上。爸，世界已经变了，你和妈的那些原则都已经过时了。世界或许真的变了，可是我会努力不被世界改变。希望有一天我7老8十的时候，还可以堂堂正正的对自己说：“我做的对，我不后悔。”相信你妈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对不起 ，sorry， 我有没有弄到你？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帮你。没事，啊，小心，我来就好。哦，你是来找谁的？我来找钟毅的，我要拿东西给他。哦，他刚好出去了，我帮你打电话给他。不用，他叫我来这里等他，可能他很快就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你搞成这样。我才不好意思。可以，你的脸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去洗一下。好。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好。你先在这边等吗？你忙。安迪 ，sorry 让你久等了。也不会啦，我只是刚好出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。哦，你说有东西要给我啊？是啊，我做了一些面包给你尝尝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！刚好我也还没有吃午餐，我们进去里面吃吧。不，我看我们到外面去吃吧，因为我做的不多，万一你同事要吃没得吃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你请我吃面包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好啊，走吧。下个星期二2点半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 ，See you，拜拜。还有时间去马来西亚玩，我都没时间了。我跟你说这个茶叶是在马来西亚那个有名的沉香茶园买的，喝了不止对身体好对睡眠也很好。畜生，你每天熬夜这个对你最好。
哦，哎，你说的这么好，那我也要试试看哦。哦，那好了，这个可以。宝贝，宝贝，什么事啊？惨了，忘记了，怎么办？我刚刚忘记了。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啦？啊，宝佑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老爸，你去泡茶给我们喝了啊？好啊，来。安哥完，sorry， 你送给我的玉镯不见了 ，sorry。安哥完，干嘛会不见呢？不知道。宝贝，妈咪，宝贝啊，妈咪买了你最喜欢吃的 curry puff， 趁热吃。我不吃了，刚才我吃了安迪帮我做的面包，肚子快要胀死了，我拿进去给他们吃。Hello， 有没有人要吃 curry puff？ 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啦，没有心情吃了。宝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那个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，买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啊，买新的哈，没有意思啦。哎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哦，是价值的问题呀。安哥万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大意了。你们到底在找什么？啊，我们万家的传家之宝哈，不见了啦。哦吼，你惨了！怎么会不见啊？啊，我怎么知道了？啊，应该是哈，那个手镯有脚哦，自己跑掉了啦。是这样的，刚才我洗手之前，我就把手镯放在旁边，然后我回去找的时候就不见了。会不会是你的客户拿走了？没有啊，刚才只有你的客户来过。你是说刚才那个安迪？不可能是他啦！你怎么知道哈？不可能是他啦。他人很好的，不可能偷东西的。哎，你打电话给他了，问他有没有看到了。哎，你叫我出来干嘛啦？有什么事哦，不可以在里面讲啦。当然是不方便啦，要不然我这么无聊叫你来这里干嘛？那到底什么事啦？告诉你，你的玉镯。哦，是你拿的哦？当然不是啦。不过我应该知道是谁拿的。是谁拿的？啊，你干嘛吞吞吐吐啦？快点说啊！就是妹。妹，哦，原来是妹哦，哦，谁是妹？啊，刚才宝佑不是说宝贝的那个客户来，就是妹啊。其实之前你见过她的，那天她来找宝贝的时候，你也在场啊。哦，原来是那个女人哦，这个女人是你儿子的客户。啊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那你又怎么知道哦？是他拿了我的？能不能够听我说完 ？OK， 你说。之前他到我家，可是之后呢，我发现我家有一只手表不见了。那我的传家之宝了，一定是他拿的啦。走了，我们去找他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啦？你不要冲动。现在我没有证据说他偷了我的手表，你也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玉镯。现在小玉跟他的关系很好，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小心的处理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啦？哎，我有办法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地过来。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？那天啊，终于吃了你煮的菜，一直念念不忘。你知道我不会下厨的，所以要麻烦你来教我。真的，其实那天我做面包给他吃，他也很喜欢呢。哎，如果你想学做面包，我也可以教你啊。哎，不对，我们两个不可以走得太靠近，钟意他会发现的。等一下我教你煮菜之后，我就马上离开。你不要急，他今天有客户，没那么早回来的。那。你可以跟我一样买那些已经处理好的海鲜和肉回来，我们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反而是在放佐料的这个程序呢是比较重要。等一下呢，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你。我都记录下来了。好，我有个重要电话要打，我要去打个电话啊。啊，你去吗？啊，好。
这样。拿了，他好像想戴上去哦。哦，你看，他还戴上去了。哦，果然是你哦，你这个小偷啦！什么？什么哦？你偷东西被我抓到了啦！我没有，我只是看看。哎，真的是他哦，他偷了你的戒指啦！我没有。哦，你还敢说没有哦？哎，要不是这个摄影镜头掉下来啊，你早就把这戒指哦放进你的口袋了啦！哎，快把我的手镯哦，还有他的手表还回来啦！什么手镯？什么手表？啊，难怪这里有个摄像机。你叫我上来，就是故意要试探我。这枚戒指也是你故意放在那里的。你明明就想偷东西哦，还想在这里装蒜啊？你也觉得我是小偷吗？我跟你认识20多年，原来你跟其他人一样，戴有色眼镜看我。喂，你要去哪里了？哎，都是你啦，还说这办法行得通，我一定是头脑坏了才相信你的话。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善意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写下了心房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哦，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感动却从未那样一直